有一种关系，它不会大吵大闹，但却会在你心里留下持续的压迫感。你说不清哪里出了问题，只知道自己总是感到疲惫、委屈，甚至越来越孤独。也许你正经历这样的状况，对方总是说为你好，却从不真正倾听。你被安排、被牵引，还被要求心怀感激。你试着靠近，却屡屡被拒之门外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你是否也在经历一种关系，别人是对你做事，而不是为你做事。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而是一条能让你看清一段关系是否健康的分水岭。第一，看起来温柔，其实是在控制有毒关系的隐形面貌。你永远不知道生活中哪件事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别人强加在你身上。当一个人真心在为你着想，在为你做事时，关系里往往会多一份协作感和安全感。你会感觉自己被理解、被支持、被尊重，那是一种温暖而踏实的感觉。可惜，这样的关系并不常见。自恋型人格者，他们做的往往不是为你 for you， 而是对你 to you。语气也许温柔，看起来像是在关心你，但真正的控制恰恰藏在这些好意背后。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也很难真正表达自己的想法。表面上他们是在为你好，实际上却在逼你走上他们早已设计好的那条路。我们常以为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职场，其实更常见的是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，只不过那样的控制方式更柔软，情绪化，也更难以被识别。你可能从未怀疑过，毕竟他们没有大吼大叫，也没有辱骂你，甚至还会送礼物关心你，嘴上常说我这是为你好。但如果你开始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是为了不惹麻烦、不破坏气氛，那也许就是一个信号，你正处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中。第二 ，to 还是 for， 这不仅仅是语法问题。当你身处一段长期让你感到压抑、焦虑，甚至像在演戏的关系中，不妨问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：这个人是在为我做事 ，do something for me， 还是在对我做事 ，do something to me？ 别小看这个问题，它背后藏着一段关系是否健康的重要线索。为别人做事意味着你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需要，出发点是关心、尊重和支持；而对别人做事则往往带着一种控制、干涉，甚至情绪操纵的意味，是凌驾于你之上，而不是与你并肩。这个差别在自恋型关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。他们总是那个对别人做事的人，安排、指导、评判、干涉你的一切，而你呢，就成了那个不断为他们做事的人，努力取悦，不断迁就，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惹恼他们的言行。只要这种不对等存在，这种关系就能继续顺利运行。可一旦你反过来尝试对他们做点什么，哪怕只是温和地表达意见、设立界限，他们可能立刻翻脸、冷漠、报复、沉默惩罚，甚至给你贴上各种标签。你太敏感了，你有攻击性，你老记仇。更讽刺的是，偶尔他们真的为你做了点什么，但只要你没有表现出超级感激，那一瞬间的善意也会立刻变掉。他们会生气，会指责，仿佛你欠了他们天大的恩情。有时只是为你倒了次垃圾，他们都期望你办场庆祝会。如果你喜欢这样关于心理和成长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在生活中慢慢探索和成长。第三，从育儿看关系，控制的代价从小就开始了。为与对之间的差别，在亲子关系中展现得尤为明显。健康的父母是在为孩子做事，他们理解孩子的需要，尊重孩子的个性，不是一味命令，而是以身作则的指导。
他们会设定界限，但也会温柔地陪孩子去适应这些界限。比如在睡前，他们会讲故事，陪伴孩子慢慢进入梦乡，而不是冷冷地吼一句“去睡觉，闭嘴”。而那些不健康的父母，尤其是有自恋特质的父母，则常常是在对孩子做事。他们把孩子当成彰显自己形象的工具，强迫孩子去做不适合他们的事，要求孩子活成理想中的样子，而不是成为他们独特的自己。比如，他们会一手替孩子做决定，而从不真正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。这些行为背后是一种深层的不信任。他们认为孩子需要被塑造、被改造，而不是被理解和支持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孩子必须努力表现成父母想要看到的样子，才能换来一点点爱和认可。这正是自恋型关系的核心机制。你只有符合他们的期待，才算有价值，否则你连被看见的资格都没有。于是很多人长大后就把这种逻辑带入工作场合和亲密关系中，习惯性地压抑自己，讨好别人，努力取悦那些掌握权力的人，继续在熟悉的委屈自己，换取连接的路上兜圈子。第四，你值得被为你而做，而不是被操控。我们很多人从小就习惯了被别人对我们做事，别人告诉你该怎么生活，怎么选择，怎么表达情绪，甚至该如何成功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开始失去一种能力，判断自己真正需要什么。这并不代表你无法真正找回自己。不妨想一想，在你感到最轻松、最安心的关系里，是不是别人做的大多数事情是为你而不是对你而做？你会感觉到尊重、理解、空间，即使有分歧也可以好好沟通，不需要小心翼翼压抑自己。再看看那些让你感到疲惫、压抑甚至精疲力尽的关系，往往是你被做了很多事，却被关心的太少。在有毒的关系中，你常常被物化，他们对待你就像开车门搬家具一样，只在意你能不能发挥作用，而无视你的感受和意愿。而你不是一个工具，你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你值得被尊重，而不是被操控。所以，当你在某段关系中感到困惑、委屈，甚至怀疑自己变了，先别急着责备自己，先问自己2个问题：我现在是在为这个人做事，还是在对这个人做事？他是在对我做事，还是在为我做事？这个答案也许不会立刻清晰，但它会像一束光，照亮你该往哪儿走。你越坚持用为的方式去爱，越能远离那些有毒的控制、操纵、评判，越靠近真正的亲密和连接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关于关系的心理探讨，欢迎订阅频道并开启提醒。我会继续和你在一起，拆解情绪，理解人性，带你走出那些令人疲惫的关系循环。我们下期见。